Champion auto racer Michael Schumacher is fighting for his life tonight after a skiing accident yesterday in the French Alps. Michael Schumacher, the most successful driver in Formula One history, is in the hospital recovering from a skiing accident. Der Formel-1-Rekordweltmeister Michael Schumacher hat sich bei einem Skiunfall in den französischen Alpen schwer am Kopf verletzt. His manager says this could take a long time. Certainly in the Formula One world, we're in a state of shock because Michael has been this giant in the sport for so long now. He was admitted in a coma with a severe head injury which required immediate neurosurgery. There's some great concerns and we're waiting for updates from the hospital and indeed its own management. 2013年12月29号，这本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周日，离舒马赫的45岁生日只有5天。这一天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三峡谷滑雪胜地，阳光明媚，气温也刚好在0度左右。前一天晚上下了一点小雪，是非常适合滑雪的天气。舒马赫像往年一样，带着家人和几个朋友来到了他在梅里贝尔买下的度假别墅，远离喧嚣和聚光灯，和最信任的人一起享受私密和谐的度假氛围。上午，舒马赫带着儿子米克和朋友们准备出发前往三峡谷，然而一场滑雪事故即将改写舒马赫的命运。中午11点刚过，悲剧悄然降临。事故发生在一段没有经过人工压雪机整理过的雪道上，但地形并不险峻。三峡谷中比这里危险的雪道比比皆是，比如1992年冬奥会的下坡赛段就在这里。舒马赫出事故的地方在索利尔山西侧，那一带每天都有无数业余滑雪爱好者出没。舒马赫并不是从小就开始学滑雪的，他出身普通，没条件去买专业的昂贵滑雪装备。而且舒马赫的老家凯尔彭是一片大平原，并没有滑雪的条件，但舒马赫滑得很好。在法拉利的11年里，舒马赫每年都会去参加车队举办的冬季滑雪活动，所有人都见证过舒马赫娴熟的滑雪技巧。但偏偏这一年的雪况有点特殊，梅里贝尔的积雪比往年少，一些岩石只盖了薄薄一层雪，有的甚至直接裸露在外面。再加上这片区域的雪没被压过，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造成了致命的隐患。刚开始舒马赫的情况看起来并不严重，当急救人员赶到时，舒马赫还有意识，只是没法站直，但是他的情绪非常激动，同时神情恍惚。在经过紧急处理之后，舒马赫被直升机送往当地医院。梅里贝尔雪场负责人随后对外表示，舒马赫看起来只是轻微脑震荡。他的小迷弟四冠王维特尔当时还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听说你摔了一跤，希望没有大碍，早日康复。但直到傍晚，人们才意识到出大事了，真正的噩耗随即传来。舒马赫被直升机送到格诺勒布尔大学医院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1个半小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医生的诊断结果更是令人绝望，颅脑严重损伤，需要立刻进行手术。由于舒马赫大脑严重出血，颅内压力急剧升高，生命危在旦夕。为了降压，医生不得不切开部分颅骨，取出了一个大块血肿。手术后，舒马赫被置入人工昏迷状态，体温被降至34到35度，以减缓新陈代谢，让大脑减少耗氧。而 CT 扫描结果显示，舒马赫康复的希望非常渺茫，医生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几天后，在状况稍微稳定下来之后，舒马赫又进行了第2次手术。这次情况稍微好转了一些，但医生也承认，并不是所有血块都能清除，有些位置太深，根本无法通过手术去除。谁都不知道舒马赫会不会就此沉睡不醒。妻子科琳娜、女儿吉娜玛利亚和儿子米克都静静地守在他身边，怀揣希望，等待着奇迹的发生。而当舒马赫在医院和死神搏斗时，医院外却上演着另外一场战斗。来自全世界的40-50家电视台和超过200名记者不分昼夜地守在医院门口，为了获得一手消息不择手段。一名保安告诉舒马赫的经纪人兼新闻官萨宾娜，有个记者甚至伪装成了牧师，试图混进医院。萨宾娜在舒马赫身边工作了14年，如今用一己之力分割开了2个世界，一边是渴求信息的公众，一边是一个极度注重隐私，正经历人生最痛苦时刻的家庭。舒马赫在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对于私人生活的保护都极其谨慎，即使在成为七冠王的那一年，他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家人远离聚光灯和媒体。他曾多次发出律师函警告，起诉各家媒体，要求删除未经授权的照片，尤其是关于他孩子的报道。米克开始参加卡丁车比赛时，为了给米克安静的成长环境，他同样要求媒体不得深入报道。赛场之外，舒马赫只在妻子科琳娜的马场里偶尔邀请过几位关系不错的记者进行过简短的采访。他一直强调，我绝对不想像鲍里斯·贝克尔那样把自己的私生活变成公众的娱乐消遣。
这个贝克尔17岁温网夺冠，是6届大满贯得主，但是他的私生活吧，艾迪·埃尔文和詹姆斯·亨特来了都是班门弄斧，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在真人秀和当评论员时讲述自己的这些事儿。拿足球界举例子，那就是旺达和伊卡尔迪。然而这一次，舒马赫再也无力掌控这一切。在彻底退役并且回归家庭1年多之后，舒马赫再次变成了全世界的焦点。这次他不是在和哈基宁、基米或者昂隆索缠斗，而是在和死神缠斗。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的悲剧却被全世界当作了一场真人秀。很快，媒体们开始找罪魁祸首，各种谣言铺天盖地的袭来。泰晤士报甚至说，根据内部人士透露，舒马赫当时滑的是没开发的野雪，并且速度高达100公里每小时。这种说法看似很合理，毕竟 F1 车手习惯了这种速度，需要更强烈的肾上腺素刺激。于是这起事故就被随意包装成了一生追求速度的 F1 车手为刺激付出代价的故事，简单戏剧化，又能迎合大部分人的想象，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舒马赫虽然在第一次退役以后热衷极限运动，比如跳伞和滑翔， F1 车手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控制能力也确实和普通人不太一样，但舒马赫出事的地点位于一条初级蓝道和中级红道之间相对平缓的深雪区，在那种地形上不可能高速滑行。事故发生3周后，法国检方在分析了舒马赫的头盔摄像机后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舒马赫虽然当时确实在标记雪道外，但他的速度是完全合理的，还特别强调舒马赫的家人非常配合调查。录像显示，舒马赫在标记雪道外滑行了几米，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尤其在摔倒了之后。但舒马赫在转弯时，雪板被埋在雪下的一块岩石勾住，整个人都被弹了起来，头朝下撞向了下方约 3.5 米的一块岩石。正是这3.5米的高度差，让舒马赫的头盔在速度并不快的情况下裂成了2半。事故发生2个月之后，法国检方正式结案，结论只有大大的2个字：意外。没有人需要为此次事故负责，舒马赫没有去故意找刺激，他的滑雪装备质量合格，雪场的安全措施也符合国际标准。这也让人想起了舒马赫在1999年英国站事故受伤断腿之后说的一句话：我不可能因为有风险就放弃我所热爱的东西，如果哪天我真出事了，那就是命运。此刻命运完成了闭环，只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往往在于，悲剧并没有发生在九死一生的赛道上，而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滑雪假期里。不管是看 F1 的还是不看 F1 的，只要是喜欢车或者稍微关注体育赛事的，在那个冬天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那个开着红色赛车的最伟大的法拉利车手出事了。为了支持舒马赫，全世界都开始了行动。梅奔在赛车上贴着 Keep Fighting Michael， 法拉利在维修区写下 Forza Michael。维特尔哽咽着说，我们都在祈祷，希望当他醒来时，他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迈克尔。车迷们也行动了起来，在舒马赫45岁生日那天，格勒诺布尔医院门口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车迷，只为给舒马赫祈祷。舒马赫的主队科隆在1月中旬和沙尔克04的友谊赛开始之前，双方球迷和开尔彭的舒马赫车迷俱乐部一起展开了一条横幅：早日康复，你一定能挺过去的，迈克尔。在舒马赫的老家开尔彭，他的车迷俱乐部收到了超过80万封来信，他们搭起了一道希望之墙，上面挂满了帽子、信件和车迷画作。在比利时斯帕赛道，车迷们的反应同样热烈而真挚。斯帕可以说是舒马赫职业生涯意义最深刻的地方了。1991年，舒马赫在这里完成了 F1 首秀；1992年，他拿下了 F1 首胜；2004年，他提前4站拿下第7座世界冠军；2012年，他在这里跑完了第300场 F1 比赛，并被授予了斯帕荣誉市民称号。而在2014年1月26号这天，几百名粉丝举着法拉利的旗帜，带着舒马赫的真人等身像，徒步走完了7公里，用脚步为舒马赫祈祷。事故发生4周后，终于出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医生们开始让舒马赫慢慢脱离人工昏迷，一些法国媒体甚至爆料舒马赫在检查中对外界刺激有了反应，眨了眨眼。但萨宾娜坚称这些是未经证实的谣言。不过随着更多细节被披露，消息在全球媒体之间扩散，他和舒马赫的家人最终发表了公开声明。舒马赫服用的镇静药物近期已经开始逐渐减少，医生正在让他进入苏醒过程，这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原本各方达成的明确共识是，只有当舒马赫情况真正稳定下来之后，才会将消息公布，以保护家人的隐私。以后将不会再有这种实时的更新，只有出现确切结果时，才会对外向公众公布。对于已经昏迷4周的舒马赫来说，呼吸、吞咽和说话都要重新学习，但熟悉的声音、亲人的触碰都会给他力量，哪怕之后他并不记得。
这是一场没人知道终点的等待，需要耐心，更需要信念，相信他依然在战斗。但是当全世界都在为他的生命而祈祷时，我们究竟在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而祈祷？赛道之外，公众眼中的迈克尔·舒马赫一直是个充满矛盾的人。那个在赛道上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仿佛一台精密赛车机器的他，内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前任国际汽联主席马克思·莫斯利说过一段很贴切的话：舒马赫外表上是个冷酷无情的射手，但这层壳其实并不厚，壳的下面是一个非常正直、诚恳、善良，甚至有些多愁善感的人。舒马赫是一个自己亲手书写的传奇，他出身平凡，没有家庭背景，却一步步征服了世界上最烧钱、最危险的赛车运动，最终把方吉奥、塞纳这些传奇都甩在了身后。也许是他太注重隐私，所以总让人觉得有距离感，不够平易近人。他没有塞纳那种与生俱来的风格，也没有那种奔放的激情，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严谨、勤奋和自律，是冷峻外表下极致的情绪控制。这些特质令人敬佩，但却不容易打动人心。就像法国女演员让娜·莫罗说的那样，一个男人的完美令人敬佩，却难以令人爱上他。这句话就是为舒马赫量身定制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年轻车手像阿隆索、汉密尔顿总把塞纳视为偶像，却很少提到舒马赫。而且舒马赫身上总带着那么一点魔鬼气质，他太想赢了，赢几乎成了他的执念。为了赢，他有时候会越界，会做出一些别人眼中不择手段的事。可回过头再想，这和足球场上为了点球而假摔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如果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可以被视为传奇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舒马赫强悍的驾驶风格就不能成为他的个人标志呢？舒马赫进入 F1 才4年就捧回了2座世界冠军，成功来得太快，也引来了太多嫉妒。这种年少成名给了他一种深植于内心的自信，贯穿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但这种自信是安静的、内敛的，结果常常被人误解成傲慢。对手和批评者总想找机会把他拉下神坛，而他在赛道上那种寸土不让的强硬也确实给了他们不少把柄。再加上他极度保护隐私，和媒体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记者们总喜欢从那些对他不满的对手们嘴里挖点黑料出来写故事。但问题是，面对这四面八方的声音，舒马赫常常选择捂住耳朵。他倾向于把所有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都归因为2个字：嫉妒。好像在说，你们说我的不是，无非是因为我做到了你们做不到的事。但是2013年雪地里的那场意外让一切争论都戛然而止，舒马赫被迫退出了这场关于伟大与争议的漫长辩论，他踏上了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一场只关乎生命本身的比赛。这场战斗里没有对手，没有规则，没有战术，7座世界冠军，91场分站胜利，所有辉煌战绩在这一刻都帮不上任何的忙，唯一的终点是回家，而全世界直到现在仍在等待他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